班上一个保守的萌妹子竟然对着我流口水，并且总是不怀好意的看着我，感觉下一秒就要给我吃了。她叫柳如烟，性格似乎有点古怪，平时总是独来独往，没什么朋友，平时也是少言寡语。她总穿着白色或黑色的衬衫，搭配着长裤和运动鞋，显得十分文静保守。学校里发的校服里就有裙子，但我从来没见她穿过，除了有一次是在一次典礼上，学校要求女生必须穿，于是我终于看见了她穿裙子的样子，那腿确实很白。嗨嗨，我作为一个年轻男生，稍微关注一下这些也是很正常的。他站在人群中，头发上戴着蓝色发卡，好像一朵洁白的花，跟任何肮脏的词语都搭不上面。有时我看到他就会想，他的性格一定很高冷吧，说不定人家都有男朋友了呢。不对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摇摇头，没再多想。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却出乎了我的意料。他坐在我后桌，有一次我偶然向后看去，却发现他一直在盯着我。察觉到我异样的目光，他又立刻低下了头，假装在看书，耳朵根瞬间就红了，那模样真是十分可爱。无论是上什么课，他好像总是一直在角落里默默注视着我，但当我时不时看向他时，他却总是将目光移开。每次我上课的时候，都感觉他在后面看着我，但是我又不敢转过头去，生怕与他对视，弄得双方都很尴尬。于是我只能呆呆地望着前方的黑板，不对劲，10分有9分的不对劲。虽然是很不对劲，但我也没有感到害怕，毕竟谁会对一个萌妹子一直盯着自己感到害怕呢？我不禁开始心想，这妹子不会喜欢我吧？一次下课，柳如烟在座位上安静地看着书，我就打算去试探一下她。我从后面走到她桌前，瞟了一眼她正在看着书，左下角正标着书名，让一个男人对自己痴迷的100种办法。这是什么鬼？此时柳如烟抬起头看到了我，立马慌乱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书本合上，藏进了抽屉里。有什么事吗？她的声音很轻柔。这个也没什么。柳如烟顿时露出困惑的表情。就是我想问一下你，我怎么总感觉你老是在盯着我看呢？我本来就是个直男，也懒得拐弯抹角，干脆直接就问了。管他的。柳如烟歪着头，显得更疑惑了。没有啊，李成同学，我只是在看黑板呢。他的一双水灵的眼睛看着我，让我感觉非常尴尬，无地自容。原来是这样啊，看来是我弄错了。我一时紧张之下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，直接就假装没事人一样走开了。于是从此认为他可能喜欢我的这种想法又从我心中打散。况且我自认是没有什么优点能让他喜欢的。说长相吧，我虽算不上丑，但也没多帅，没到让这个少言寡语的女生对自己一见钟情的地步。说钱，我家里也没什么钱，纯粹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男生，其他的啥也不会。平时就喜欢玩玩游戏，成绩也一直在中游浮沉。我从来不觉得我会遇到爱情这种东西。在遇到他之前，好吧，我承认我对他些好感，但只是一点点而已。他独来独往的性格，恰好说明了她不是一个随便的女生，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朋友。但说来说去，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想过好我自己的生活就行了。至于找女朋友什么的，我从来没想过。没有女生会喜欢我，我也懒得去喜欢别人。我想我会抱着这样的态度过完这一生。然而这一切在那个下午发生了转折。今天下午刚放假，我就兴冲冲地跑出了学校，来到大街上，犹豫着是去网吧通宵，还是先吃点东西再去网吧通宵。我漫步在这大街上，享受着自由的空气，心里十分快活。自由的味道，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抬起头看着这朗朗晴天。突然，我眼角的余光好像瞥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是一个穿着白色上衣、黑色长裤，还穿着白色运动鞋的女生柳如烟。我不禁暗自咂舌，不会真有这妖巧吧？我假装没看到她，独自往前走着，直到转过了几个巷口，我再次利用偏头的间隙，用余光瞥向后方，她还在后面，而且直勾勾地望着自己，这是要闹哪样？正在我脑中胡思乱想之际，突然听到了一个柔和的声音：“李成，你也在这里啊？”我转过头去，见说话的人正是柳如烟。好巧，好巧！我一下没反应过来，只得慌乱地应付道。他见到我这副慌乱的样子，顿时捂着嘴轻笑起来，笑得非常甜，眼里满含着盈盈的温柔笑意。跟他做同学这么久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笑。那我请你吃顿饭吧。我又懵了，这转折也太快了吧！我跟柳如烟同学认识这么久，几乎只说过谬谬几句话，都是些借过交作业之类的，对自己来说几乎是陌生人的女生，居然跟踪自己，还要请自己吃饭。我对她是有些好感，但可不会因此就失了职。遇到这种奇怪的情况，我开始不由得多想，这女的该不会要嘎自己腰子，或者干脆就是什么杀人狂魔之类的。但仔细想想，她的背景好像又没什么不干净的。我脸上浮现出纠结的表情，怎么不愿意吗？柳如烟明显很失落，把头埋得很低，好像就要哭出来的样子。看她这样，我顿时就心软了。再联想到之前她默默注视自己之类的种种事情，我咬了咬牙，还是答应了。我们去吃饭吧。一听到这话，柳如烟瞬间由失落转变为了惊喜，语气又更温柔了几分。好呀。于是两人并肩走在了大街上。我并没有说话，因为真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而柳如烟也没有说话，气氛一时显得十分尴尬。这时柳如烟开口了：“李成。”我转过头看向他，如果我们永远这样，你愿意吗？柳如烟看着前方的路，看似无意地问道。然而我却被他这一问给问懵了。在我正要开口之际，柳如烟又说道：“你不用回答我，我都知道的。”语气中带着失落与忧伤的感觉。她眉眼低垂，似乎受了委屈似的。这一幕看得我莫名其妙的心疼，我被她的话弄得一头雾水。然而我可不是一个优柔寡断、会坐以待毙的人。
我必须得问清楚，你知道什么？还有，你说的永远这样又是什么意思？然而柳如烟没有回答，她指着前方一家火锅店道：“我们去那里吃饭吧。”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。柳如烟摇了摇头，很抱歉，李成，我现在不想回答。见他这样说，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了。就算再怎么追问，估计他也不会说的。于是我就跟着他走进了那家火锅店。二人坐下后，服务员递来单子：“你想吃什么？你写吧。”我说道：“是我请你吃饭，当然要看看你想吃什么了。”柳如烟看起来心情很好的样子，微笑着说道：“我将单子拿了回来，勾选了一些菜。你看这些怎么样？”他只是看了一眼便说道：“就这样吧，我都喜欢。”于是李成把单子递给服务员，服务员转身走去配菜了。对了，你为什么今天突然要请我吃饭啊？我直接问出了最想问的问题。因为我想请你吃饭啊。他支支吾吾的说了半天，也没说明白。如果只是想请我吃饭，干嘛还要一直跟踪我？我内心吐槽道：“当然不可能这样直接问出来。对了，你昨天逃课是去干嘛了？是不是去跟女生私会了？”柳如烟开口道：“这怎么可能？昨天是李贤那个混蛋，就是坐我旁边那个，非得拉我去网吧打游戏。你知道我的，我连女孩子的手都没有碰过。”说着说着，我就愣住了。等等，我为什么要这样说话？我跟他很熟吗？柳如烟看着我呆呆的样子，扑哧一声就笑了出来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他伸出纤细的手，摸了摸我的头。正当我不知所措之时，服务员把菜都端了上来，点上火，我们二人就开始涮起了火锅。这时，柳如烟突然说：“李成，你可以去帮我买个皮筋吗？”皮筋？什么皮筋？就是用来扎头发的简易发圈。现在吗？现在就去。我不知道他突然要我买这个发圈是干嘛，但我还是答应了。我感觉拒绝的话很难对眼前这个女孩说出口。我走到街上，找了一家看起来还挺精致的饰品店。走进去一看，琳琅满目，尽是些看不懂的小玩意儿。我看得眼花缭乱，也没分清哪个是用来扎头发的，索性直接去问店员：“我要买用来扎头发的皮筋，哪里有？”店员带着我来到一个专门展示发圈的地方。我挑选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比较合适的，一个蓝色的小发圈，上面还挂着一个小兔子，非常可爱。其他太张扬的，我感觉不适合他，就要这个吧。店员将这个发圈装在了一个蓝色的小礼盒里面。多少钱？250元。店员一边包装一边说道。250。我顿时瞪大了眼，就这么一个小发圈，都够我抽一整条的烟了。是的，先生，这款是联名款的。好吧，赶紧吧，我有急用。我咬了咬牙，还是付了款。特么的，大不了少买2个皮肤就是了。走出店门的那一刻，我觉得自己真像个250。不过贵虽贵，如果再重来一次，我觉得我还是不会犹豫，直接买下的。一路又走回了火锅店，柳如烟正坐在那里等着自己呢。看到他，我就觉得这钱花的并不冤。我将礼盒递给了他，他打开礼盒，看到了里面的小发圈，顿时露出开心的笑容。谢谢。他取出了发圈，你帮我戴上吧。我不会戴呀，我可从来没有过这种经验，自然是无从下手。没关系的，你把我现在的发圈取下来，再把这个戴上去就好了。好，我也不墨迹，直接走到他背后，轻轻捏住他的头发，将他原本戴着的发圈从他的头发上取了下来。他的头发和身上的味道都很好闻，没有浮夸的香水味，只有特有的淡淡体香。我又把我买的小发圈顺着他的头发缠了上去。好看吗？他眨着一双晶莹的眼睛问我。我看着他，不由自主地露出了微笑。好看，真好看。那我好看还是刘亦菲好看？我被他这突如其来的奇怪问题呛住了。柳如烟的脸顿时就垮了下来，原本在他脸上浮现出的朗朗晴天，瞬间就变成了暴雨天。反应过来，我连忙补救道：“你好看，当然是你最好看了。行了，吃饭吧。”柳如烟还是垮着脸，一言不发地夹着锅里的菜。此时的我真是哑巴吃了黄连，有苦也说不出。女生的脾气咋就那么怪呢？这翻脸比翻书还快。我也没敢再说话，只是夹了锅里的毛肚，放在酱料里拌了拌，又放在嘴里。我吃火锅就最喜欢吃毛肚了，感觉脆脆的，非常好吃。然而今天的毛肚味道似乎有点怪，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，但又说不上来。吃了几口，我又喝了一口水，突然感觉非常疲倦，特别想睡觉。特么的，一定是昨晚通宵上网闹的，不行，以后必须要节制一点了。再这样搞，迟早有一天我就得猝死。我暗暗发誓，不管以后李贤怎么叫，我也不陪他去上网了。我用手杵着下巴，强行让自己清醒点。现在可不是睡觉的时候。然而这股困意却迟迟没有消散，我感觉双眼皮都在打架，并且头晕无比。此时柳如烟也看出了我的困意，走到我身边，用手轻轻拍着我的背。怎么了？她贴心地问道。没什么，就是昨晚通宵上网，搞得今天有点疲倦。没关系的，睡吧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保护我？什么意思？我有点摸不着头脑，但此刻真想不了那么多。我直接脑袋一沉，哐当一下砸在了桌子上。当我再次醒来时，我已经置身于一个昏暗的房间里。我想站起来，却发现双手双脚都被镣铐牢牢锁住，让我动弹不得。而此时柳如烟正坐在我面前，直直地看着我。我被吓了一大跳，连忙向后退去，却发现背后是一堵厚实的墙。这怎么回事？此时我已困意全无，头脑十分清醒。我靠，你果然是想嘎我腰子！我努力感受着自己的身体，想看看自己是不是缺失了什么器官。此时我才发现我的左手手腕不知何时戴上了柳如烟取下来的发圈。柳如烟凑到了我脸前，成，现在你只属于我了，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了。说罢，柳如烟露出了诡异的微笑。我靠，要不要这么吓人啊？永远在一起也不用这么锁着我吧？赶紧放我出来！不可能，你永远都不可能出去，你只能跟我在一起！柳如烟撕心裂肺地吼道。我看着他，简直不敢置信，他竟然是这个样子的。等等，或许是我一直想错了。从一开始，他在暗中监视我，观察我，再到后来他跟踪我，
再把我骗到火锅店去。我早该想到的，早该想到的。不过他说的那些话又是什么意思？李成，如果我们永远这样，你愿意吗？李成，你是不是去和女生私会了？睡吧，我会保护你的。这些一幕幕的片段，犹如走马灯般闪烁在我脑海里。突然，我脑中蹦出一个词：病娇。这不就是病娇吗？以前以为电视和小说里面才会有，没想到金哥给我摊上了。我被病娇绑架了，还囚禁起来了。以前看电视里那些病娇，得不到就毁掉，不光绑架，还要杀人。要真是这样，我想都不敢想柳如烟把自己给杀掉的场景。不过这个事也不是没有破局之法。我之前看电视的时候就想到了，遇到病娇，病娇再可怕又怎么样？所谓病娇，无非就是缺爱而走上极端的人而已，只要满足他不就好了？更何况这个所谓的病娇不是其他人，而是柳如烟。我强制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对着柳如烟说道：“我也没说不跟你在一起啊，你把我绑起来干啥？你骗人！你休想出去，你就一直在这里忍受和我在一起的痛苦吧。”柳如烟现在的状态非常不稳定，必须得稳住她，而稳住她的最好方法便是我直接对着柳如烟的嘴一口就亲了下去。柳如烟显然没想到我会这样做，顿时慌了，小脸涨得通红，她的嘴唇非常柔软，而且还有淡淡的香味，非常好亲。许久过后，我终于把她松开了，不是因为我想松开，只是我实在有些喘不上气了。此时柳如烟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脸都红到耳根去了，一双好看的眼睛死死盯着我。我舔了舔嘴唇，有些意犹未尽。你这个变态！她露出一副气鼓鼓的样子。然而就算我这个直男也看出来了，她肯定是装的，其实她非常享受。如烟，你还想亲吗？谁想亲你啊？走开！话虽这样说，然而他始终没有离开我能够到的范围。如烟，我喜欢你，我们赶紧在一起吧。我直接就趁热打铁。你说的好听，但你肯定会变心的。柳如烟听到这话更羞了，偏过头去掩饰她的脸红。我保证不会变心，我这辈子一心一意只爱你一个人。我信誓旦旦的发誓，骗人！柳如烟虽然恋爱脑，但也不是傻子，肯定不会被三言两语就糊弄过去了。她气鼓鼓的转身就要朝门外走去。哎，等等，别走啊，如烟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啊？我害怕！我连忙叫道。开玩笑，让他走了，我说不准就得死在这里。柳如烟听到我害怕3个字，顿时就停下了脚步。你一个大男人有什么害怕的？他转过头来说道。我从小就怕黑，怕一个人呢。如烟，你在这里陪着我好不好？胆小鬼！柳如烟说着，果真又走了回来。嘿嘿，如烟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别得意，我才不会放你出来呢。他嘟起可爱的小嘴，支支吾吾地说道：“好，不放我出来也没关系，我一辈子都在这儿跟你一起。”不得不说，我的攻心计还是非常有用的。当然，这也是因为柳如烟喜欢我。如果她不喜欢我，就是把天都说破了也没什么用。柳如烟又回到了我身边，在旁边坐着，她也不看我，就把头偏在一边，十分傲娇的模样。我直接就把脑袋凑到她怀里乱蹭。如烟，嘿嘿。他做出一副十分生气的样子，但实际上他一点也不抗拒。其实知道他喜欢我以后，我还是非常开心的，所以对他的行为其实也不全是演的。病娇又怎么了？也没有什么不好吗？反而柳如烟这个病娇老婆很可爱。在和柳如烟贴的过程中，我的脑袋一会儿钻到她肚子上，一会儿钻到她胸口处，一会儿又钻到她大腿上蹭。当然我最喜欢的还是在她的胸口处，至于为什么就不必多说了。柳如烟此时身穿淡蓝色的小裙子，露出了一双大白腿，至于为什么想都不用想，肯定是穿给我看的。于是我就一直盯着她的腿看，这倒也实属正常，毕竟全天下根本找不到一个男人是不好色的。柳如烟也注意到了我的目光，你看什么？嘿嘿，如烟，你的腿真白，真好看，摸起来肯定很软。她顿时用手捂住了大腿，脸上羞得面红耳赤。看什么看？谁让你看了？如烟，你这不就是穿给我看的吗？谁要穿给你看了？此时他的语气也不再凶了，反而显得很温柔。如烟，能不能让我摸一下？就摸一下。嘿。柳如烟被这一声声的如烟叫的心都酥了。好吧，那就给你摸一下，只准摸一下哦。我一下子懵了，没想到还真让摸啊。你什么意思？柳如烟意识到自己是在被调戏，顿时怒了，刚伸出来的腿又缩了回去。不是，老婆！我一看他又不给我摸腿了，顿时急得跳脚，这一急竟把老婆都叫出来了。柳如烟顿时把头埋低，我们不是还没结婚吗？是啊，那我们以后不是迟早要结婚吗？我看他并没生气，于是就继续蹬鼻子上脸。好吧，我原谅你了。嘿嘿，老婆真好。我看着他羞红的侧脸，又凑了过去跟他贴，在他怀里腻歪。好了，你现在是不是饿了？听闻此话，我仔细感觉了一下，好像确实很饿。之前发生了太多事，所以都没感觉到。我去给你做饭吧。他说着，站起身朝门外走去。好，谢谢老婆。我目送着他走了出去，我心里盘算着，这好感度刷的也差不多了，等他回来就是时候让他把我放出来了。此时我才开始打量起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非常昏暗，连一个窗户都没有，只有头顶上非常暗的一个小灯泡在照明。这还有一张床，似乎是为我准备的，其他的就啥也没有了。我看着手腕上蓝色的发圈，陷入了沉思。1小时后，他端着几盘热气腾腾的菜和一碗饭走了进来，回锅肉、青椒炒蛋，还有红烧肉，都是我喜欢吃的菜。哇，老婆，这些菜真香，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些？我看似不经意的打探起情报来。我一直都在悄悄陪着你，你喜欢什么我都知道。还记得有一次，你居然敢跟一个女生传纸条。柳如烟说着就来掐我的胳膊，疼啊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他立马松开了手，见他这样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，因为他的力气其实很
很小，根本掐不疼我，我只是故意鬼叫，看看他会不会心疼而已。嗨嗨，没事，其实那次只是那个人催我交作业而已，我跟他也没关系。如果你不喜欢，那以后我不传纸条就是了。柳如烟点点头，你以后都不许跟别的女生说话。好，如烟，我答应你。他甜甜一笑，虽然这种要求很奇葩，很没有道理，但如果是他说的，我想我不会拒绝。喜欢一个人，或许就是这样的吧。如果连对方的缺点都无法忍受，那还叫什么喜欢呢？我知道他这样做是因为他容易吃醋，没有安全感。我愿意把安全感都给他，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他。我手动不了，没法吃饭啊。要不你把这锁解开？不，我喂你吃。好，喜欢的人都为自己吃饭了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虽然有些奇怪就是了，不过老子乐意啊！我张大了嘴，等着他把饭喂我嘴里。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，你真可爱。我顿时觉得有些尴尬，不过在自己女人面前还矫情啥呢？柳如烟就这样一口一口的喂着我吃，我要吃这个，我要吃那个。如烟，我要喝水。两个人都很享受这种甜蜜的氛围。我大大的打了个饱嗝，老婆做的饭真好吃，我吃饱了。我先去收拾碗筷，一会儿再回来陪你。你就在这里乖乖等我。他露出一个满意的微笑，转身走了出去。好，我就是想走也走不了啊，铁链拴着呢。10多分钟后，柳如烟回来了。老婆，我一直被铁链拴着，感觉太不舒服了，要不你给我松松吧，让我活动活动。我先试探着问，不可以哦，但是我这样实在太难受了，一直这样我会得骨骼炎症的。老婆，你不心疼我吗？我露出一个委屈的表情，脑袋又开始在他怀里蹭。他轻轻拍着我的头，语气不容置疑道，绝对不可以，那样的话你肯定会逃跑的。我力气又没你大，你肯定会打我的。如果是其他人敢这么绑着自己，我不光是打，并且还要打得半死不活。但这可是柳如烟，老婆，我怎么会打你呢？我保护你都来不及呢。反正不行就是不行，你说的再好听也不行。见此计不通，我又换了个策略。那老婆，你给我手上松绑行不行？这样你就不用担心我逃跑了，我也可以活动一下，这样吗？他还是显得有些犹豫。我又将头在他怀里蹭来蹭去，哼哼唧唧的，好不好？好不好吗？这招虽然在我看来有些傻逼，但我觉得他应该会喜欢的。果然，他还是同意了。那好吧，不过只有手，你可不要得寸进尺。说着，他掏出钥匙，给我手上的镣铐解了锁。我被铐的时间有些久了，手腕上都浮现出一层红红的勒痕。柳如烟看到了，就有些心疼。疼吗？他摸着我的手腕，问道。没事。我甩了甩胳膊，骨骼发出咔咔的响声。哎，这下终于舒服了。我现在手臂已经完全可以自由活动，只是腿还动不了。我直接伸出双臂，一把就将柳如烟搂在了怀里。她被吓了一跳，但反应过来后还是安静的待在我怀里。这还是我第一次抱着女孩子，她的身体软乎乎的，又很香，好暖和。就这样一直抱着我，好不好？我轻轻将她的头放在了自己心脏的位置。你听，我的心里有你，扑通扑通，我的心脏规律的跳动着。如烟，我对你是真心的，真想把我的真心掏出来给你看看。柳如烟不知从哪竟掏出了一把锋利的匕首出来，属实是有点吓人。好，那我就挖出来看看。不是，爷啊！他又把刀收了回去。看你以后还敢不敢骗我？不是，真把心掏出来我就死了，那不就不能一直陪在你身边了吗？我尴尬的笑道，他眼里却满是盈盈笑意。好啦，我相信你，既然相信我，那就把我放出来吧。我也笑道，还不行啊，看你表现。不过如果我把你放出来，你会报警抓我的吧？怎么会？我报警抓自己老婆干啥？花言巧语。柳如烟笑骂了一句，把头放在我怀里蹭啊蹭，好像一只小猫。她把耳朵贴在我胸膛上，静静地听着我的心跳，好想和你融为一体。我心里一惊，融为一体，这就有点恐怖了。你说，要是我把你的骨头拆开，然后钻进去，会不会很舒服？不是，这就不必了吧。我心里慌的一笔，想着要不趁着双手还能动，先把他打晕再说。逗你玩的，成，你还真是好骗。我顿时松了一口气。不是，以后别开这种玩笑好不好？我有心脏病啊，我怎么舍得伤害你呢？他把头埋在我怀里说道。不过如果真那样的话，应该会很舒服吧？不舒服，肯定不舒服。放心吧，我不会真的这样做的。那就好。我紧紧地抱着他，感受着他身体传来的温热。他感受到我的用力，抬起头与我对视。他的眼睛可真好看。我看着他在自己怀里那可爱的模样，忍不住直接吻了上去。他的嘴真甜，软得像棉花一样。我忍不住伸出了舌头，而他也感受到了，配合着我的吻。良久之后，我松开了口，两个人大口地喘着粗气。我抚摸着他的脸，宝贝，你真好。我也不知道上哪儿找这么多情话出来，这些话都是从我脑海里不由自主地蹦出来的，是我的真心话。你也很好。他也伸出双手紧紧抱住了我，我们两个人就这样相拥着。我喜欢他，是他是在性格上有一些缺陷，但我可以包容他，我可以用爱去填补他心中的缺口。喜欢一个人不就应该这样吗？就好像他也没有嫌弃我一样。我们就像是浮沉在这世界的两颗沙粒，渺小、微不足道，我们都是残缺的、不完美的。可是我们在一起，这足以让我们感到幸福。我牵住他的手，与他十指相扣。如烟，我喜欢你。我也喜欢你。听到这儿，我顿时就来了兴趣。你喜欢我什么？我喜欢你有时候很帅，有时候又很可爱。我可不可爱不知道，但我帅吗？可我怎么觉得比我帅的人有很多呢？你在我眼里是最帅的呀。而且我说的帅是一种感觉，一种处事方式，或者一种性格。他思索了片刻，说道：我喜欢你在喂猫时歪着头的样子，我喜欢你在操场一个人听歌的背影，我喜欢你在上课时漫不经心说话的样子，我喜欢你独自走在林间哼着歌的样子，
我喜欢你从不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只是做自己的样子。总之有很多你的一切我都喜欢。此时我才明白，原来爱是喜欢一个人的方方面面，就好像我对他一样。如烟，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他牵着我的手又更握紧了些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我想要你什么？柳如烟愣了一下，显然没预料到我会说出这句话。我想要你，可以把你给我吗？他听到这里，顿时又羞红了脸。你在说什么呀？他想要从我怀里逃开，但我却死死地搂住了他。他娇哼一声，如烟，把你给我吧，让我们融为一体。但是这样怎么可以？我们都还没结婚，以后总会结婚的，不是吗？还是说你根本不想和我结婚？不是的。柳如烟慌忙解释道。那就把你给我吧，快解开我脚上的镣铐。我看向他的眼神越来越火热。爱一个人就会爱他的全部，包括他的身体。而此时我感觉心中有一团火在烧，并且越烧越旺。我放开你，你真的不会逃走吗？当然不会，我要占有你，我现在就要占有你。我的声音好像在发抖。那好吧。他颤颤巍巍地掏出钥匙，解开了我脚上的镣铐。其实只要我想，我早就可以打晕他，再把他兜里的钥匙抢过来，只是我舍不得对他这样做而已。我想等他自己放我出来。镣铐打开以后，我的腿脚也可以自由活动了。我直接站了起来，一把将柳如烟抱起，将她轻轻地放在了一旁的床上。随后我直接扑在了她身上，褪去了她的上衣，脱掉了她的鞋子，而那条淡蓝色的裙子被我留了下来。柳如烟显然有些手足无措，用手紧紧地捂住了自己的胸口，而我则轻轻地挪开了她的手。如烟，别怕，我会很温柔的。1小时过后，我正躺在床上抽着烟，至于这烟则是柳如烟特意买来的，为的是怕我烟瘾犯了。她此时正趴在我身上，从她鼻子中呼出的热气一口口地喷在我脖子上。我摸着她的头发，如烟，舒服吗？那以后每天都要这样做。她没有说话，只是涨红了脸。我捧着她粉扑扑的脸蛋，再次深情地吻了上去。她没有抗拒，而是温柔地配合着我。一吻过后，她痴迷地望着我，我们的脸贴得非常近，近到可以感受到对方的鼻息。以后永远都要在一起，好，永远在一起。